Hello，大家好。如果房产只有居住属性，就不会有太多人热衷投资。大家热爱投资房产，主要原因是因为房产具有金融属性，不但能居住，还能保值升值，甚至是赚大钱。房地产过度金融化会导致投机行为暴增，这样一来，房产市场就会成为经济风险的源头。每次经济繁荣，大多与房产市场带动的消费与投资有关。每次经济大萧条也大多与房地产泡沫破裂有关。分析过去的房产泡沫，有助于我们了解目前的房产市场。全球已经发生过多次严重的房地产泡沫事件，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5次，分别是1923至1926年的美国佛罗里达州房地产泡沫与大萧条，1986至1991年的日本房地产泡沫与失去的20年，1992至1993年的中国海南房地产泡沫，1991至1997年的东南亚房产泡沫与亚洲金融风暴，2001至2008年的美国房地产泡沫与次贷危机。房地产是经济周期之母，10次经济危机9次从房地产开始。全球历史上重大经济危机大多与房地产有关，比如1929年大萧条跟房地产泡沫破裂及随后的银行业危机有关；1991年日本房产崩盘后陷入失落的20年；1998年东南亚房产泡沫破裂后，多数经济体落入中等收入陷阱；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，至今全球仍未走出阴影。历次房地产泡沫的形成，最初都伴随着经济增长、居民收入提高等经济基本面的支撑。比如1923年至1925年美国佛罗里达州房产泡沫的开始，跟一战后美国经济蓬勃发展有关；1986至1991年日本房产泡沫的开始，跟日本经济成功转型有关；1991年至1996年东南亚房产泡沫的开始，跟亚洲经济奇迹有关。历次房产泡沫走向疯狂，无一例外受到低利率的刺激。由于房地产特别依赖金融杠杆，因此房产市场对流动性和利率极其敏感。低利率和流动性过剩会大大提高房产投机需求，并使房产市场脱离经济基本面。1985年日本签订广场协议后，为了避免日元升值对国内经济的负面影响而持续大幅降息。2000年美国网络泡沫破裂后，为了刺激经济持续大幅降息，最终都导致房产泡沫走向疯狂。政府支持、金融监管缺位、放贷失控等起到了推波助澜和火上浇油的作用。政府经常基于发展经济的目的刺激房地产。1923年前后，佛罗里达州政府大举兴办基础设施以吸引投资者和旅游者。1985年后，日本政府主动降息以刺激内需。由于房地产市场的高杠杆属性，银行放贷失控火上浇油，房价上涨、抵押物升值，进一步推动了银行加大放贷力度。在历次房地产泡沫中，银行业都深陷其中，从而导致房产泡沫危机既是金融危机，也是经济危机。历次房地产泡沫崩溃都跟加息和货币政策收紧有关。风险是长出来的，泡沫越大，破裂的可能性就越大。日本央行从1989年开始连续5次加息，并限制房产贷款和打击土地投机。1991年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，如果缺乏经济基本面的支持，房产泡沫破裂后调整恢复的时间更长。日本房地产在1974年和1991年出现过2轮泡沫，1974年前后的第一次调整幅度较小，恢复力强，原因在于经济提供了基本面的支撑。但是1991年前后的第2次调整幅度大，持续时间长，原因在于经济长期低速增长、人口老龄化等，经济无法提供基本面支撑。每次房地产泡沫崩盘都影响大而深远。1926年至1929年房地产泡沫破裂及银行业危机引发的大萧条，从金融危机、经济危机、社会危机、政治危机，最终升级成军事危机，对人类社会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。1991年日本房地产崩盘后，陷入失落的20年，经济低迷，居民财富缩水，长期通缩。从以上可以看出，全球历次重大房产泡沫的形成都有经济增长等基本面的支撑，而这次支撑加拿大房产泡沫的只有恐惧。
加拿大皇家银行周一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，由于房价飙升，62%的加拿大人被挤出了房产市场。在40岁以下的无房人群中，有36%的人放弃了买房。该银行对2000多名年龄在18周岁以上的加拿大人中进行了调查，62%的受访者表示，他们预计未来10年，大多数潜在的购房者将因房价过高而被挤出市场。由于需求增加和供应紧张带来了更严峻的形势，仅有30%的受访者表示，他们仍在考虑未来2年内买房。疫情为许多加拿大人提供了增加储蓄的机会，但调查显示，对于那些希望投资住宅房地产的人来说，这可能还不够。近一半的受访者表示，他们的预算在50万加元以下。而根据加拿大房地产协会的数据，2月份加拿大的平均房价为678091加元。加拿大皇家银行行长警告说，加拿大需要短期的政策变化，以缓解供需之间的严重失衡。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的负责人表示，随着销售和价格飙升，多伦多和温哥华等城市的房价达到创纪录水平，决策者应该大幅增加住房供应。从长期来看，增加住房供应确实有益于房产市场的健康发展，但是远水救不了近火。针对现在扭曲的房产市场提出这样的建议，无异于病人得了新冠肺炎之后，医生不让他吃药，只让他多喝点开水。本周，联邦自由党政府一位负责住房政策的傻13在接受采访时说，对于外国投资来说，我们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市场，但对于寻求住房的加拿大人来说，我们不是一个很好的市场。这个联邦政客直接摊牌了，不装了，我们就是要让外国人来炒房，怎么地吧？成本无非就是多花点钱买几个宜居国家、宜居城市的排名。加拿大房价飙升，有的人认为是因为货币超发，有的人认为是因为卧房惜售，有的人认为是因为超低利率，还有的人认为是新移民人傻钱多。但不论何种原因，我们都能看到最近有很多人高位接盘了，因为高位套现的人已经把未来几年的房产升值都提前预知了。未来加拿大的房产市场要么软着陆，要么硬着陆，不能不着陆，早晚得着陆。以上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内容。我的频道每天都会分享一些加拿大的生活经济、房产资讯，欢迎订阅，谢谢观看，再见。